Hello，大家好呀！今天我们来画一幅有小动物的风景画，用到的颜料一共有5种颜色：Burnt Sienna, Neutral Tint, Nickel Azo Yellow, Yellow Ochre and Quinacridone Magenta，都是在我这个 palette 里面。然后用到的有笔洗，还有毛笔，有这个 Princeton 的 Heritage 的 Liner 2号 Round 10号，还有一个 Velvet Touch 的6号。这个是 Silver Black Velvet，就是那个黑天鹅的 Flat， 3/4 inch 应该是。这个笔用来刷水还挺好用的，因为它的储水量。接着纸呢，我们用到的是这个宝红的学院级的水彩纸，然后我用的是这种block 这种4面封胶的本，比较方便。话不多说，我们就开始吧。首先我们用到的是湿画法，我就是用这个大号的笔刷把整个纸都打湿，然后呢，接着用 Yellow Ochre 这个颜色涂满整个纸。注意要在左上方留一点点白色，因为太阳是从左边照过来，所以画这幅画的时候，我会刻意的画的左边比较浅，右边比较深，这样子。然后我还在中间加了一点点的 Nickel Azo Yellow，这样这个 Nickel Azo Yellow 这个黄色呢，会比 Yellow Ochre 更加的明亮一点，所以加一点点会让画面变得更有质感。接着近处的这些阴影部分，我用的是 Neutral Tint 加上 Quinacridone Coral，因为呢，这个 Neutral Tint 加上 Quinacridone Coral 会变成有一点的紫色，紫色和黄色是互补色，所以呢，带紫色的深色在这幅画里面会让画面变得更加的和谐。接着呢，我就调了一个浅一点的棕色，作为远处的树的颜色。这里我们用到的还是湿画法，然后我就是用笔沾了这个浅棕色，然后把颜色都点在纸上，这样就会造成一种远处的树叶晕开来的那种幻觉。但是我这边天气特别热，大概30-40度，开着空调，所以这个纸很容易就干了。你可以注意到右上角和左上边就已经干了。所以呢，我就用笔蘸了一些清水，然后把这个颜色干掉的颜色给它晕开了。但是等它干了以后就会有水痕。不过没有关系，因为这个是我们的背景，所以呢，之后会被其他的树叶给覆盖掉。之后我就换了一把小一点的，刷子，好像是2号的 liner 吧，来画远处的这个树干。然后呢，也不要用太深的颜色，还是用刚才那个浅棕色。画好这个远处的树干以后，我又加了一点 Neutral Tint，把它变成了一个深一点的棕色。这样子呢，再画一些树干，就会让这个画面显得更加有层次感。然后我用同样的颜色来画第2层的树叶。不同的是，之前我是把笔完全沾湿，然后点在画上，但是这里呢，我是用比较干的画笔，然后大概是，这样子蹭在那个纸上，然后把它变成一个，树叶。然后我又把远处这个地平线这里的，地方加深了一下，然后就会有一些草丛啊、灌木之类的这样子的，感觉。接着呢，就来画比较大一点的树。大一点的树，我画的时候也是打算把它画的比较，有深有浅，
靠左边的树，因为有强烈的阳光照射，然后就会用浅一点的颜色，显得那个阳光是会透过树照过来的。然后相对于画面右边一点的树，我就会画的颜色更深一点。然后画树枝的时候，我用的是比较大的，毛笔，好像是6号还是8号吧，我不记得了。它的那个就是尖还是很细的，但是画的时候要小心，力道要用的很轻。因为如果，力气用的大的话，画出来的线就会很粗。如果轻轻的话呢，就能画出比较细的线条。如果你对自己的力度掌握的没那么有信心的话，在这里可以换成一个更小一点的毛笔来画，比如说可以换成一个2号的毛笔，甚至是用我刚才之前用来画小小的树干的那种 liner 也可以。接着呢，我的用色会越来越深，因为大自然的规律就是这样，远处的东西就会更颜色淡一点、模糊一点，越近处的东西颜色饱和度就会更高，更清楚一些。注意我这里抓毛笔的姿势，我握笔的姿势和之前是不一样了，因为画这个小小的树叶的时候要用比较干的毛笔，然后呢，这个毛笔跟纸的角度要非常的小，相当是用毛笔的侧面，嗯，它的那个接触面比较广的那一面去画出这些树叶。左边这棵树的树叶呢，我用的颜色也是相对比较浅的，右边这边这个树叶，颜色就会相对于深一点。我应该是在里面加了更多的这个 Benzene。最后呢，我再调出一个相对于最深的，棕色来画最前面的这一棵树。嗯，画树的时候呢，有一点要注意的是，尽量不要把树画的完完全全的是一条直线，一个柱子，这样看起来就会像是一根电线杆，就没有那么像树了。而且也，尽量不要把它涂成都是一个颜色，最好是有深有浅。树枝也是一样，就是有弯曲，然后也有朝向不同的方向，这样子看起来才会是像一棵自然的树。不要所有的树枝都朝同样一个方向，这样子就会看起来比较假。那树枝也是有粗有细，通常规律就是越靠近树干的部分的树枝就越粗，然后越远离树干的地方就越细。嗯，然后这里我开始画树叶，那么自然这个树叶的颜色是要比刚才，嗯，第二棵树更深一些。画树叶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，很多树的树叶它都是一丛一丛的，就是你看我画的，它就是有一坨会比较多，然后一坨和一坨中间会有一些空隙，这个空隙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如果你把它画得非常均匀的话，它就不像是一棵树了。树画完以后，就等纸完全干透，然后再用铅笔画出鹿的轮廓。嗯，我是没有那么有自信可以用水彩一次性画出这个鹿的轮廓，所以我就用铅笔先画，因为画错了可以擦掉再改。画完以后，第一层我先给这个鹿用 yellow ochre 上色，因为它这个鹿呢是站在有阳光的地方的，所以阳光是可以照在它身上，
所以就是能看出这个底色是这个金黄色的感觉。然后呢，再慢慢的加上 Burnt Sienna 和 Neutral Tint，慢慢的把它加深。所以整体上这个鹿就是它的背部上半部分能照到阳光的地方呢，就是有点金黄色，然后越往下背光的地方就颜色越深。你看它这个前腿，它这两只腿中间有一个空隙在照片上，我觉得这个空隙还蛮重要的，这样子才能看得出来它是两条腿。如果中间没有那个缝隙的话，可能看起来就会像是这个鹿后面有两条腿，但是前面只有一条了。然后我再用水彩大概调一调它的形，接着就画它的鹿角。鹿角画的时候也是，我用了这个笔呢，要用轻轻的画，因为如果画的重的话，它那个鹿角就会变得非常粗的一条线，就不太像了。嗯，画鹿角的时候也要注意，它是前面比较尖，然后后面它比较粗。画完鹿以后，整个画面看起来好像阴影还不够，所以呢，我就在这个地方又加了一点阴影。嗯，阴影的边缘如果只是这样画上去，就感觉会有点生硬，所以画完以后，我就用那个毛笔蘸水，然后给它晕开了。树的阴影也是一样，这样一幅画就画完啦，希望大家喜欢。有问题的小伙伴可以在评论区里面留言。喜欢这个视频的小伙伴可以点赞加关注。下次视频再见喽。